中东的传统豪门沙特空军与卡塔尔空军的疯狂买，保持先进的空军战力不同，沙特空军可以说是稳步更新。沙特成立于1932年，但沙特皇家空军的成立时间却早于沙特国家的成立。早在1920年时，沙特空军就在英国的帮助下成立了，在1950年的时候，又在美国的帮助下进一步提升，使得沙特的空军始终保持着不落后于时代的状态。早期的沙特空军拥有当时最著名的信天翁、虎娥等飞机，在40年代也更新了 C-47、B-26，之后像 F-86F、T-33 等喷气式飞机，英国的猎人和闪电战斗机都没有错过，当然也包括了美国的 F-5、F-15。目前沙特空军的主力就是狂风、台风和 F-15SA。在1985年的时候，沙特向英国购买了狂风 ADV 和 IDS， 其中防空型 ADV 在2006年的时候就退役了，对地攻击型的 IDS 则在经过现代化升级之后继续服役，目前还有70多架。主要作用就是近距离空中支援、防空、截击等等。狂风的最大起飞重量为28吨，搭载2具涡轮扇发动机，最大速度达到了 2.34 马赫，最大航程为3890公里。作战半径926公里，作为沙特空军保留下来的机型，其性能放到现在也不弱。其配备了 Tornado 多用途前视地形测绘雷达系统，该系统应用了椭圆形雷达天线面，可以在作战中进行测绘、识别、瞄准目标。地形测绘雷达可以根据地面条件，将离地高度控制在61米到457米之间，可以有效地避免被地方雷达侦测到，所以其在低空突防上很有优势。目前沙特空军装备的对地攻击型的外挂架有7个，机身下3个，翼下每边各2个，能携带多种武器。当然说是对地攻击型，但空战也是不可避免的，所以像什么 AIM-9 响尾蛇、AIM-132 近程空对空导弹、AIM-120 狂风战斗机都可以携带。有意思的是 IDS 版狂风可以集成大部分北约国家的武器弹药，除了27毫米的机炮，还能使用小牛反坦克导弹、哈姆反射导弹、集束炸弹与各类激光制导武器进行空对地打击。英国皇家空军的狂风则具备发射海鹰反舰导弹的能力，德国空军的版本还具备挂载战术核弹的能力。2010年之后 ，IDS 版狂风又陆续增加了硫磺石反坦克导弹、暴风阴影巡航导弹以及金牛座散布武器等新式武器装备。不过时至今日，在70年代早期研发生产的狂风战斗机在气动布局、航电设备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，沙特最主要的战斗机也变成了美国的 F-15SA。作为中东的大土豪，其空军的主力自然也不是美制的标准型号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沙特就花了近300亿美元，从美国手中购买了大量的空军装备，其中就包含了84架新型的 F-15SA 战斗机，这也是美国获得的金额最大的一笔对外军售合同。F-15SA 被认为是 F-15系列中最强的型号，结合了 F-15SG 和 F-15SK 沉默鹰的特点，其配备的一些系统比美国空军的 F-15E 攻击鹰更先进，比如线传飞控。F-15SA 是第一种装备线传飞控系统的 F-15，其整个飞控系统经过了彻底的重新设计，其中包括波音研制的自动改出系统，如果飞行员丧失或者迷失方向，系统仍然可以控制飞机恢复到可控飞行，并且使用了由马丁公司生产的 ANAAS-42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，以及雷声公司生产的 APG-63V3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，允许飞行员同时操作雷达和电子战干扰机，不会出现互相干扰，并且针对中东炎热的气候，还换成了全新的散热系统。而且 F-15SA 还配备了 BAE 系统公司的数字化电子战系统，以及通用导弹预警系统，这是 F-1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电子战系统上的首次更新，具有远程被动传感器探测、威胁警告、主动干扰、箔条弹或者热延弹对抗敌方发射系统。航电套件也经过了升级，配备有数字化的玻璃座舱，前后座舱都有一个大尺寸的彩色触摸显示器，以及一个新一代宽视场平视显示器，以及一个头盔瞄准具。不过其与 F-15最大的不同就是在 F-15SA 上外侧翼下的1号和9号挂点被激活，
当初在设计 F-15的时候，这两个挂点打算挂在电子战吊舱，不过在试飞却发现吊舱对 F-15的俯仰稳定性影响过大，在模拟式增稳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，飞控系统无法维持主要包线区域内的1级飞行品质，结果自然是取消了1号和9号挂点。为了重新激活这两个挂点 ，F-15SA 配置了全新的古德里奇公司的全权数字式线传飞行控制系统。在 F-15SA 上不仅可以挂载空导弹，也能挂载导弹，甚至是副油箱，其保型油箱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。但没有 F-15SK 陈伯英的那种内置弹舱，在武器弹药上，沙特空军也没有吝啬。在2011年，实为 F-15SA 采购了雷神AIM-C7 先进中程空导弹、雷神 AIM-9X Block 1红外制导空导弹等弹药，并且还在2013年时还想购买雷神 AGM-154C 联合火力圈外武器滑翔炸弹 GSOW， 这种炸弹才能从高空发射的射程为130公里，能从大多数地空导弹系统的射程外发射。GSOW 使用惯性导航系统和 GPS 进行中段指导，在末端时增加了一个红外成像末端探测器，可由载机选择要锁定的目标。凭借着出色的性能， F-15SA 不仅可以当作战斗机制空，还可以当作战斗轰炸机使用。除了 F-15SA， 沙特在2006年的时候购买了72架台风战斗机加入主力机队。台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欧洲三雄之一，被称作多用途第4代半战斗机，双发、三角翼、压式布局、高机动性等先进战机该有的优点，台风一个都不缺。其矩形进气口位于机身下，加强了机动性。可惜的是，隐身能力相对应的被削弱。其一共有13个外挂点，每个机翼下各有4个，进气道正下方1个，两边角落各2个半埋式挂点，装备了超视距空对空导弹，并且配备了一套武器控制系统，用于管理武器选择、发射和监控武器情况。对地对空的武器，也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AIM 系列的空导弹、反辐射导弹或者反舰导弹、反坦克导弹。不过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缺少隐身性和相控雷达。虽然在07年的时候，安装 Caesar 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台风战斗机成功首飞，采用大量 TR 模块取代了机械扫描和天线和大功率的发射机，实现了对雷达波束扫描的电子控制。但是现生产型的台风仍然采用了 ECR-90 捕手脉冲多普勒雷达，跟美国战斗机的性能对比上相对比较吃亏。不过现役台风战斗机虽然没有采用矢量的推力技术，但凭借着优异的气动设计和先进的飞行控制计算机，再加上发动机的强劲推力，台风获得了不亚于美俄最先进战斗机的机动性能。隐身性能的先天不足，昂贵的价格仅次于 F-22， 换来了机动性和火力，也可以说不亏，毕竟沙特不差钱。在全世界武器贩子最喜欢的顾客里，沙特不在第一，那也在第2。沙特买东西只要最好的，美国的、英国的、德国的，只要是最新型号的最新款式，钱不是问题。问题来了，狂风、台风沙特都买了，为啥不买阵风凑个整？阵风和台风作为同期的战斗机，性能虽然差别不大，但在作战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。我们可以对比来看，在机动性上，台风是多国设计，虽然众口难调，但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其在气动外形上的表现极为突出。为了提供足够的超音速配平能力，其压抑位置比较靠前，但无伤大雅，在主翼前另外安装涡流发生器就好了。相对而言，阵风则是更加注重全面，所以在高速性能上，台风自然更强。在火力系统和雷达上，应该还属于台风更胜一筹。台风是多国一同研制，各个国家装备的航电系统和雷达都不同，但就一般而言，配备的都是 ECR-90 多模态脉冲多普勒雷达，其探测距离在130公里，而阵风的雷达探测距离则是在100公里。二者虽然在气动外形设计上都采用压式，但发挥的性能其实并不相同。台风依靠着比阵风强的列大，更适合在中距离发射导弹，但一旦进入近身缠斗，台风就略显弱势。而相对于沙特空军而言，显然是台风这种高速高过载缠斗的战斗机更加适合。毕竟沙特大多都是对付胡塞武装，可胡塞没有空军，台风更多的只是在远距离支援，在这方面台风比阵风要强。
除了战斗机之外，沙特空军还有昂贵的预警机 E3 空中预警机，受电子设备的影响，其单价高达2.7亿美元。但就是这么一架价格高昂的预警机，沙特一买就是5架。当然贵也有贵的好处 ，E3 预警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机，其内部安装有雷达天线系统，使得 E3 能够提供对大气层、地面、水面的雷达监视能力。对低空飞行的目标，其探测距离达到了320公里以上；对中空、高空目标探测距离更远。雷达系统上的敌我识别系统具有下射能力，能抗地面杂波干扰，而且 E3 空中预警机在一次扫描中能询问200个以上装有应答机的空中、海上或者陆上目标，给空中警戒和控制系统指挥官完整的陆海空力量配置情况。目前 E3 预警机总产量为68架，除了美国和沙特空军，就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，而且生产线已经关闭，想买也买不到了。除了这些，像什么 C130 运输机、加油机、教练机等等，沙特也是一个不缺。单论空军的战斗机的先进程度，其实沙特与以色列就差了一个 F-35。但要论空军实力，其实沙特空军就有些弱了。除去 F-35战斗机，二者飞行员的素质也有一定的差距。所以到最后，沙特的空军实力在中东虽然能排上号，但想争前3还是有些困难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各位朋友对沙特空军还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下期见。